乱啊，到处跑。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明明就不是坏人，你为什么要跟樊姐过不去呢？你让我们都讨厌你，你难道就高兴了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无视我们的感受，只是拿我们取乐呀？你替樊胜美讨公道吗？顾奶奶不吃鸳鸯官司，这事得说清楚。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们还以为我顾奶奶欺负人呢。安迪呀，在家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针对他呢？总得有个理由吧？好吧，言归正传，樊胜美啊，实质上是个捞女。我不会冤枉她的。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啊，她正在那儿得意洋洋地教唆傻大胆小秋，说什么要削尖脑袋去参加一个酒吧的开业典礼。她去那儿的原因啊，是为了要去掐尖儿。今天是酒吧开业，去的可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家儿。姐姐我啊，是去掐尖儿的。因为当时在酒吧的人非富即贵，你们说她这种想法不是捞女是什么呀？当时我就刺了她几句，可是后来在酒吧我看到她被人冷落，也怪可怜的，放了她。我心想，也许她只是虚荣吧。可是后来我帮她查王百川车子是借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说啊？她说她是骑着马找马，留着王百川只是解决欲望问题。可是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跟你王同学装作情侣状呢？因为老娘有一个荷尔蒙需要平衡一下的。而且她在王百川面前装的什么都不是她。他借着王百川在客户面前死要面子，拉他去商场里放血。我当天就看到他敲了王百川一条爱马仕的围巾。麻烦你转交给他行吗？我帮他摆平了狼子，他必须得放点血。这种捞女，我从小到大真的见太多了。我爸有几个臭钱，身边有无数苍蝇围着他转。我妈一个人赶不过来，都是我帮着赶的。不管是男的女的，只要他露出一条狐狸尾巴，我就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骚气。这不，樊大姐最近不是交了一个新男朋友吗？我好心上去提醒她，这个男的肯定有问题，可是人家听都不要听，还说什么不管摸上什么小三小四都是他心甘情愿的。这不是捞女是什么呀？捞女是全民的公敌，我见一个灭一个，灭到他年老色衰捞不动为止。樊姐，别难过了，曲小小它销量不了多长时间。你想啊，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反正到时候他要是再跟你怎么着的话，我帮你跟他吵架去。以前上学的时候，师哥师姐跟我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本来不信，不过我现在真的信了。就拿樊姐你来说吧。我就认为你长得就是比曲小小好看，什么都比她好，可为什么就没能有个男的来照顾你、保护你呢？反而是那个曲潇潇，干什么都有人献殷勤。所以说呀，出身好的就是不一样。邱莹莹，听我的话，别学我，趁早找个好人嫁了。咱们不像安迪，不像小曲，就连关关他们家里比咱们强，是不是？所以趁着年轻，赶紧抓牢一个人，不然以后啊，会越来越难的。樊姐，你对我真好，你就像我亲姐姐一样。22楼，你是最关心我的那个，谢谢你，樊姐。我去盛汤了去。就是这么爱我的呀。小曲，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好吗？只要樊胜美没有惹到大家，你跟她保持表面和平，如何？算我对你一个小小请求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每次大家聚会的时候都不欢而散。至于她约会的那个男的，回头我问问他，看看他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追着要当别人的第三者。
安迪，你就不要再替他解释了。他当然不可能哭着喊着说我要当第三者，我要当第三者。他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就像是对庄凯子、王百川一样，当做纯洁的不知情。但是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呀。他是爱王百川的，真的。他跟王百川在一起不是为了什么一条丝巾一个包什么的，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承认他对王百川的感情。他要是真的爱王百川的话，他可能1个星期内找上新男人吗？他可能有30岁危机，他怕他做剩女就嫁不出去了，所以他在30岁的最后几天里争分夺秒。你真的相信有30岁危机吗？安迪还大他1岁呢，你什么时候见过安迪今天向往一个男人，明天向往另一个男人呢？其实我也跟对我有暧昧想法的男人吃过饭，当然我谈的是公事，所以我认为跟男人吃饭也未必就能代表什么。我觉得小凡是个矛盾体，他是虚荣，但他本性不坏，而且他对大家都很够义气。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是完人吧？所以小曲，休战1个月，我们再好好看看。好，我答应你。说话算数啊！上次你在山庄就作弊啊！这次真的相信我，我没有时间跟樊胜美玩，还要出差呢，忙得很。出差回来呀，还要跟某些人玩，没时间。这次呢，我就当个坏人，加个威胁。如果你违约，当心我找姚兵。安迪，我爱死你了！我跟姚斌和我那些朋友的关系你是不会懂的。不过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没有时间找樊胜美麻烦，真的没时间。曲筱绡一席话让关雎儿困扰不已。她所认识的樊姐与曲筱绡所说的那个樊姐是如此的不同，但不可否认，在她心里有一根指针稍稍偏了点方位。也许是小曲误会了什么，又或许是樊姐有别的理由。在关雎儿心中，她始终不愿承认那个为了同伴挺身而出的樊姐会是曲筱绡所说的捞女。小关，我多一句嘴啊，我们心里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没有权利对别人扔石头。是呀，小雪和樊姐都有各自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也是，即使看到了别人的缺点，也无权理直气壮地朝他扔石头。对啊，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人是完美的，对方有罪，你又何尝无辜？与其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苛责别人，不如先要求自己。谢谢你，安妮姐，我明白了。的错，不要来你侮辱我的美。你不是我的 style， 为什么还要缠着我？的错，不要来你侮辱我的美。回来啦！你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哎呀，我在楼下遇到安妮姐了，就聊聊。当，邱大厨的土豆炖牛肉，香吗？好香啊！安妮，快点过来吃吧，可好吃了。我去盛饭啊。我这时候忘了点什么事儿，我忘了煮饭了。那没有饭咱们怎么吃呀？要不然你们先喝汤，吃点牛肉，我改天再给你们弄，先尝尝吧。看你自己就盛这么点，能行啊？啊，行了，全当减肥了，吃点这挺好的，多营养。谢谢范姐。好喝吗？好喝哇！哎，真不错。哎，自己家做的就是不一样，没有味精，真材实料都是。真的？土豆炖的面的，都入味儿了，真棒。牛肉也很烂啊，放到嘴里就化掉了。小蚯蚓真棒，这厨艺真是赞。我就说嘛，我在别的事儿方面总是笨笨的，什么都干不好。原来我才华都在这儿呢。洋洋，你这是自黑呢，还是自黑呢？兰姐再给你盛点。喜欢也不能多喝。
如果这么放纵下去啊，我去年的裙子可就穿不进去了。那我熬这么大锅，你就吃这么点儿啊？嗯，那也是要节制啊，对吧？喂，老胡啊，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啊，你等一下啊。我给你盛点。我哥又怎么了？啊？他又干什么了？小梅呀，不是我不肯帮你，你哥这保安原本做得好好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他顶头上司打起来了，而且还不顾场合，也不看看 VIP 客人还在大堂呢，就在大堂开打，结果两个人全挂了彩，先送医院，后进派出所，闹得那叫一个大呀。老胡，对不起啊，你看你费劲巴力给他找一份工作，怎么又干出这样的事儿呢？哎，可不就是嘛。哎呀，老同学啊，本来啊帮忙也没什么，可这回我是真保不住他了，老总都发火了，对不起啊，真对不起。别这么说，应该我说对不起才对。哎呀，你说他又给你添这么大麻烦，这样，等我回去，我一定当面向你赔罪，好吗？哎，不用了，不用了，倒是你哥那边你可能得问问，我听说他这会儿钱挺紧张的，还从财务那儿预支了1个月的工资呢。这次打架是他起的头，要是没钱的话，可能没那么容易了结的。好，知道了，谢谢你啊，老胡。没事，挂了啊。拜拜。芬姐，你还吃吗？我不吃了，你吃吧。你还吃吗？我吃饱了。那咱收了吧。哎，莹莹，你等会儿跟我去音乐厅不？2点半。就是林师兄说的那个。我不是特别想去，我有点困了。得了，那我自己去吧。我陪你去啊。帆姐，你不是下午有约会吗？我可以不去的，去听音乐会，陶冶一下情操，挺好的。我不能去吗？当然可以啊。那要不咱们收拾收拾，2点半，时间快到了。给我20分钟时间。我去睡觉了啊。那来点水果吧。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忙吧。哎呀，你是不知道咱女儿有多厉害呀！本来我还按照老一套，是吧？让她放长线钓大鱼，可结果呢，她单枪匹马就把对方的负责人给说动了。我现在走到哪都有人跟我说：“老曲啊，你老了，不如你女儿喽。”瞧你高兴的那样，是谁火眼金睛，发现女儿的才华，把她从国外拉回来的？是你行了吧？当然是我。哎，老曲啊，你别说哈，你说他没回国的时候吧，天天就知道买这个买那个。这边不错哎。可是，一回国呢，就变了样子。哪变了呀？我本来就是块璞玉，要怪只怪某些人没眼光。那好，是爸爸没眼光啊，爸爸没眼光，行了吧？来，女儿喝茶。哎呦，烫着啊。走吧。帆姐，其实去音乐会不用穿的这么……怎么了？没事儿，挺好看的。不好意思啊，我约了朋友听音乐会。好啊，那下次啊，拜拜。
是上次小曲说的那个人吗？是啊，你可别听小曲胡说啊！我跟安迪在酒会上认识的，我们只是吃了顿饭而已。倒是你呀，林师兄追你追得那么紧，你到底对他有什么想法？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但感觉就是师兄，也说不上有多喜欢。哎呀，又不是演韩剧，过日子而已，要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这个林师兄啊，工作稳定，人又好，而且对你又那么上心，像他这种青年才俊，好多女孩子会喜欢的。你再不下手啊，以后会后悔的，知道吗？小关，哎，林师兄，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林师兄，谢谢你送的票，樊姐她正好有空，就一起过来了。难得樊姐有兴致。那其实今天这个演奏会，就算是一个小型的试听音乐见面会，但听说水准还是不错的。现在离开场我估计还有这20分钟的时间，你们要不要喝点什么呀？那我要瓶冰红茶。樊姐，你想喝什么？我减肥，喝矿泉水。好，那你们稍等我一会儿。麻烦你了，师兄。没事。樊姐，我想去那边 CD 店看一下。去吧。喜欢德沃夏克，有品味。不少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只知道贝多芬、莫扎特，大师的作品当然值得赞赏。不过德沃夏克的朴实亲切、自然流畅，也别有一番韵味。这张碟里面收录的都是比较经典的曲目，民族特色和旋律感也都很有特色。哎呀，二位真的是好眼力啊！这张 CD 呢是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水准极高，发行量很少。我们店呢还剩下最后一张，请问二位谁想要啊？君子不夺人所好，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吧。不好意思，让一下。关关，找什么呢？要进场了，来吧。票呢？在兜里。啊，咱姐还没票呢。我爸现在还天天打球吗？打，天天都打。你没看咱家那草坪一个坑一个坑的。真是的，打这么多年球，姿势还这么难看。小香，那个，这个项目是不是姚斌那孩子给你介绍的？对啊。你看他天天围着你转，是不是在追你啊？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啊。争家产就争家产，联姻什么的就算了吧啊。我跟姚斌就是哥们儿，他就是再喜欢我呀，我也不会喜欢他这款。那你从美国回来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看上眼的？有啊。谁？想知道吗？当然了，快告诉妈妈。
这个真行。抬头望见杂牌军，心中思念美纽音。举头望新手，低头思友友。终于现场有一位盛装美女哭出了我的心声，怎不令我内牛满面？这不樊大姐吗？她哪根筋搭错了呀？穿了一件参加葬礼的衣服跑到音乐厅里哭。谁发的短信啊？这么好笑，说什么呢？笑死我了。赵医生发的。他要去听听最没劲的音乐会，而且还是给业余乐手捧场，我没兴趣。赵医生，是你朋友啊？对啊，他什么都好，我打算发展他做我男朋友。医生，请他一起吃个饭吧。啊，不错不错，总算找个正经专业的。啊，爸爸支持你回国做的一切事情，爸爸都支持。闺女，那个赵医生家在哪儿啊？父母亲是做什么的？多大年龄了？医术好不好呀？别问，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啊，他是博士，正经的什么都懂。博士。女博士，走，别打扰女儿。博士。
洗手间补个妆。对啊。现在最后一首没有删去，这首最后一首没有取，那留。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哎呦，老伴儿，有点耐心啊，这事儿总得解决吧。再打一下。哎，那你打吧，你打吧。哎呀，再打一个吧。来，应该再打。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打不通呀。韩姐，要不我出去跟林师兄说一声，让他先走，咱们自己打车回去。好。嗯。小关，怎么样了？樊姐她心情不好，哭得稀里哗啦的，在洗手间补妆呢。不好意思啊，害你连音乐会也没看好。这没什么的，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哭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好吧？嗯。那要不你先去陪樊姐吧，我就在这等着，等一会儿我送你们回去。不用了，她还不知道多久才好呢。你先回去吧，我俩打车回去就行。这不好打车的，还是我送你们吧。啊。本来从这到我家就需要路过欢乐颂，正好顺路。真的不用了，谢谢师兄，我回去看一眼樊姐。哎，小关，那好吧，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到家以后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哦，好。无论林师兄怎么说，这一回关雎儿坚决拒绝。他原打算实习期一过就考虑他的接近，今天才知道，如果那个对他回眸一笑的男子这会儿接近他，他说什么他都愿意答应。因此，他必须拒绝林师兄的馈赠和好意。既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就不能让他再有任何的误解。来电话了，我来。喂，妈，什么事啊？啊，小美啊，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都急死我们了。你哥哥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啊？我知道，人家酒店要开除他了，你说这可怎么好呀？他打人打的还是上司，开除是应该的。你怎么这么说你哥哥了？那不然呢？我又是花钱又是托人帮他找的工作，他倒好，一拳就给打没了。现在连我同学都被连累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啊？是的，小美，我知道的，是你哥哥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德行的啊。
他以前有工作的时候啊，你嫂子还天天吵着要跟他离婚呢。现在好了，连工作都没有了，你说他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呢？现在他还在拘留所里待着，那么你嫂子呢，天天吵着要把雷雷抱回娘家去，那不是要我们的命吗？妈，这些年你们把我当卫生纸，天天替我哥擦屁股。他闯祸，他借钱，都是我替他解决的。可是这次不行，他自己作死啊，我也没办法。小梅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哥哥他现在工作都没有了，还要赔偿人家的医药费，他上哪拿出这么多钱呢？啊，你想想办法好不好？他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能拿得出来吗？我每个月就这么点钱，我马上要交房租了，我还要给我爸寄生活费，我没那么多钱。可，小梅，你听妈妈讲啊。我说了，我还有事儿，我明天跟你们汇生活费去。你们要是想贴补我哥，就贴补他吧。再见啊！不是小美，哎，挂掉了。安迪姐，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李师兄？那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那天音乐会，我在门口的4D店遇见他一次，结果在音乐会上我又遇见他了。哇哦，一见钟情啊！安迪姐，我是不是特别肤浅呀？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就看到他，我那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直跳，然后我就觉得我哪都喜欢。哇，没有什么肤浅不肤浅的，日久生情很美好，一见钟情也很美好啊，只是方式不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那后来呢？后来就散场了呀。本来我还想凑过去说几句话的，可是我看他身边都是他认识的人，我就没好意思，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见他。这个情景就像是小说里的一样，听起来很美好。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以前总把自己收得很紧，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一切让我觉得可能会失控的事情，我都认为是洪水猛兽，谈恋爱更是如此。直到我遇到小曲，我才发现，其实谈恋爱也可以很主动，也可以很轻松，不用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障碍。可我连他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主动呀？除非我能想办法找到他。那倒也是。不行，可是他连我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呀？我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冲动就打扰到他的生活吧。教官，你家教良好，懂得为别人考虑，这是好事，可也不必太束手束脚，处处只为别人着想。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勇往直前去追求。像小曲那样吗？可我感觉我好像做不到。不，你不用像任何人，你就是你。但是有些事情不妨你尝试一下，就算没有结果，但总比留下遗憾强，对吗？安妮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会好好考虑的。拜拜。拜拜。对了，有件事儿，兰姐她昨天特别奇怪，好好的约会给取消了，非要跟我听什么室内乐，结果听着听着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在想，是不是跟她新交的那个男朋友有关系啊？就是酒会上认识那个。他好像挺有钱的，总带樊姐去特别高档的地方，可樊姐她好像不是特别开心。安
迪姐，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找他谈谈吗？我总觉得他不是小曲说的那样，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知道了，你上班去吧。嗯，拜拜，拜拜。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认识他。这人姓曲，30出头。小凡说他是自己开公司的。安迪早。好，你帮我查一下他的资料吧，特别是婚姻状况。怎么，担心你的邻居给人做小三儿啊？小曲说小凡是捞女，我说不可能。而且如果对方是未婚的话，男欢女爱未尝不可。当然，如果对方已经婚的话，我是要好好提醒他了。你那边转机了？对，马上登机，5个小时以后见。拜。一会儿见。拜。安迪。谁送的花？小包总送的。我不是说过了，我们不和包氏合作吗？谭总说他该说的都跟小包总说了，可小包总说一定要见你，一大早就过来了。谭总的意思是，合作不成也别弄得跟仇人似的。包氏在当地颇有资源，红星也在他们那儿。真要收购，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跟他聊聊也没什么损失。请。不好意思，不知道今天包总会来。应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约的时间不太对，因为厂里面临时有事儿，一会儿我还要赶回南通，所以就只能约早茶的时间。希望没有影响你的安排。没关系，都是工作嘛。这里的广式早茶不错，看看点点什么吧。先生你好，看一下菜单。谢谢。您看一下。谢谢。看这位先生吧，我跟他点一样。好的。再来一杯咖啡，谢谢。连餐都不愿意点，你是得有多不愿意见我？这样吧，喝完咖啡，我们直接谈正事。我想是你误会了，我很喜欢中餐，只是会吃不会点。但是我能够看有图的那种 menu， 这种我看不懂。对不起，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甜的还是咸的？我帮你点。都可以啊，中餐都很好吃，而且我相信你点的应该都不错。真的很少能遇到像你这种完全不懂中餐的华裔，也很少能遇到像你这么直接的女孩。不是说好的昨天发工资吗？怎么今天还没发呀？昨天不是周末吗？今儿早上上去审批报销的一大堆，你总得等财务部的人喘口气儿吧？就是，迟早会发的，你急什么？不是我急，刚才小陈问我的。哦，对了，推广部的 Linda 找你，说打电话给你，你手机一直关机啊。我手机没电了，忘带充电器了，我拿座机给他回来。既然你这么直接，我也就不和你拐弯抹角了。你们有心收购红星，那我很想知道，包氏企业资金雄厚，在南通经营了那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和资源，对你们绝对是有帮助的。为什么不肯和我们合作？想听实话？当然。包氏家族企业，而且产品结构单一。虽然这几年包氏做得不错，但是我并不看好你们未来的发展。家族企业，这个我承认。但是你们别忘了，我们家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所有的产业最后都会落在我手里。就这一点，我比谭总有更大的决策权。企业如何运转，根本在我。一味的任人唯亲当然是不行了。但是如果权力集中在了一个有决断力的人的手里，家族企业未必不行。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世家财团？也有道理。可是我怎么判断
你的决断力呢？这确实是个课题，你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解释。好。